我们来看一下这2周的情况，这是第10周的整体情况。我没有完全按照计划跑，因为首先前2周都是休息比较多，所以一开始的跑量就比较高一点，但都是轻松跑。中间的 VO2 Max 就直接换成了轻松跑，因为周日还有一个半马的兔子要做，周日就是脚尖的半马兔子，没有掉链子。9月4号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恢复跑，平均配速维持在530左右，12公里多一点。9月5号16公里多一点，平均配速506。前半段基本上是按 GA 的平均配速在跑，但是后半段做了一些测试，看看这个腿到底能承受多高的配速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447，然后404，感觉不舒服了，又回下来，最后跑了一个430的。9月6号，根据前一天的情况，然后就跑了一个差不多21公里的 GA， 还是在继续做这个强度测试。这个是433，然后429，然后419，然后413，最后是一个411的。那么测试下来还不错。9月7号，差不多算是一个恢复跑，后半段稍微有一点点速度。9月8号，中长距离18公里，平均配速在438左右。中间做了一些强度测试，一共有5个，配速分别是513、512、510、402和355。9号12公里恢复跑吧，中间还是有一些速度调整。9月10号就是Georgina 的半马140的兔子，幸运的是没有掉链子，完成了。因为其实心肺功能都 OK， 主要担心是那个腿部的伤嘛。大家可以看我的另外2个视频，获得整个Georgina半马的全程录像。第11周实际上是按照第10周的训练来做的，因为我感觉第11周强度太大了，我可能承受不了。第10周相对来说跑量比较少一点。完成情况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，这个改动主要是把周2的就是恢复抽掉，然后其他的就提前一下，然后把它换到了周4。因为我考虑到周日的话强度比较大一点，可能需要更多的休息，周4、周5相对来说要比计划中的强度要低一点。这周9月11号，星期一照例是一个恢复跑，速度在520左右，平均心跳在130。12号15.5公里，这个应该算是一个中长距离的配速，后半段有一个429的配速。之所以这么跑，是我感觉这个腿又开始不舒服了，所以再做一下测试。礼拜3，这是一个间隔跑的训练，6×800的，总体完成情况算是 OK 吧，但是远远不能跟我最好的时候比。因为我记得最好的时候，6×800我大概可以跑到325或者320，现在的话可能330左右吧，平均。9月14号，中长距离18K 多一点，平均配速431，最后1公里也是做了一个冲刺，配速在404左右。9月15号，基本上算是一个 GA 的速度在跑，最后做了一个冲刺，平均配速在358。16号是一个 GA 加10个 strides， 这天感觉不好，可能早上天气冷，然后第一个 strides 跑得比较急，跑到后半程就感觉左侧大腿原来鼓包的地方开始痛了。之前医生跟我讲过，那个鼓包是因为肌肉撕裂积血造成的，然后他也提到过肌肉撕裂的地方特别脆弱，很容易再次受伤。因为之前鼓包也不痛也不痒，后来自己消掉了，我就没有太当回事儿，因为有其他地方更痛。今天跑到后半程就感觉原来鼓包的地方有一点点痛，这个痛就像是肌肉撕裂的痛。虽然这种痛和腘绳肌的痛完全不一样，可以忍受，可以跑下来，但我想如果我持续这样高强度的跑的话，那肯定会就是最后会痛到忍受不了。9月17号，
因为前2天这个左边的腘绳肌又不是很舒服，所以对今天能跑多少实际上不是很有信心。我的计划是先跑起来看看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先跑满24公里，如果再有可能的话呢，再跑4到5公里的马术。那么最终的情况是这样的，一共跑了26公里左右，其中最后呢跑了2个3K 的马术，平均配速在407，其余配速在425到430之间。比较出乎意料的是，今天那个腿好像没有明显的痛感，也有可能是因为群跑吧。我反正每次群跑我都会打一点鸡血，也感觉不痛啦，或者是跑起来感觉比较轻松一点。中间有几个停顿，但是我没有停表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主要是停下来喝水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对我来说依旧是个问题，因为接下来下周的训练是强度很高的，下周的训练完不成的话，那么基本上全马的训练整个就算是废掉了，因为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那我可能有2种选择，第一就是肯定不会完全按照现有的计划做下去，可能会选择就是大量的中长距离配速，大概430到435左右，然后配合恢复跑和周末的就是长距离加上马术这种训练方式，要把所有的间隔跑和高配速的跑全部取消掉。我记得我去年的波马训练后程就是基本上是按这种方式来的，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承受间隔跑的那个强度，肌肉就一跑间隔跑就很容易受伤，然后就没法恢复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谢谢观看、留言、点赞，再见。